从去年开始，俄乌战场越打越凶，无人机开始全面取代步兵成为战场主角。加萨走廊烽火连天，伊朗、以色列数次擦枪走火，红海航运被胡塞武装锁死了又解开，也门外海的油轮一艘艘被击沉。川普第二任期重新搅动全球秩序，他要买格陵兰，要拿巴拿马运河，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北约组织在动荡，欧盟在动荡，连联合国都在动荡。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不断传出耳语，中南海的权力结构出现了20大以来最剧烈的洗牌，几位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悄悄发生变化。台海上空中共军机频频扰台，光是去年1年的扰台架次就已经接近3000次。南海舰队和美日军舰对峙到剑拔弩张，菲律宾和中国在仁爱礁多次擦枪走火。日本第一次公开把台湾有事写进国家安全战略，日本能登半岛又地震了，土耳其又地震了，加州又起山火了，南极冰棚又崩塌了，南韩首尔的天空在大白天看到极光。 AI 崛起让全球失业潮一波接一波，连华尔街投行的初级分析师都开始大量被 GPT 替代。比特币涨过10万美元又狂跌一半，黄金价格涨到了你30年前不敢想象的高度，连白银都跟着疯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2026年这个世界好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一年同时爆发，所有的冲突都在这一年同时逼近高潮。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年？是巧合吗？还是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早就在背后安排好了这一切？如果我告诉你，早在120多年前的1904年，有一位姓高的清朝居士，曾经被一位修行了1000多年的隋朝大师附身，当场写下了12首预言诗，把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2072年，整整168年里，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要发生的所有大事全部精准预言了下来。而到今天，这12条预言已经实现了整整10条，剩下2条就在这几年里即将揭晓谜底。你会不会觉得后背一阵凉风？更可怕的是，这位大师最后一条预言赤裸裸地说，世雨三分，有圣人出，世界将分成3大势力鼎立，并且会有一位东方圣人横空出世，重新整理这个破碎的星球。而这个3分天下的转折点，所有蛛丝马迹都指向，就是现在，就是2026年的这几年里。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一条一条把这份神秘到让宣化上人专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解读的不虚大师预言，从头到尾掰开来说透。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故事要从一个非常离奇的下午说起。清光绪30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的正月初7，正是过完年没几天的日子。那一天的北京城外，西山下着小雪，在西山著名的碧云寺旁边有一栋楼叫清虚楼，这栋楼的主人是一位姓高的居士，名字叫高敬涵，字号清虚居士。高居士不是普通人，在那个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朝廷昏庸、列强环伺的年代，他是那种看破红尘跑去深山里修佛求道的人。他在碧云寺旁边买下这栋清虚楼，每天就是焚香打坐，研究佛经和道藏。这天下午，他做了一件他经常做的事，伏击。什么是伏击呢？这是中国古代非常神秘的一种跟另外空间沟通的方式。简单说，就是2个人或者1个人扶着一个丁字形的木笔，把笔尖悬在沙盘上方，焚香念咒，请另外维度的灵体降临，附到木笔上，借由人的手在沙盘上自动写字，写出来的字有时候是诗，有时候是符，有时候是预言，听起来像神话，但这在清朝可是非常流行的事。连纪晓岚、袁枚这些大文人都试过，连康熙皇帝都对伏击有兴趣，宫中的养心殿就常常请来各方道士进行伏击活动。日本人也玩，叫虎狗狸；西方人也玩，叫通灵板。每一个民族都有这种跟另外空间沟通的传统。不过伏击这种东西非常看请神者的功力，如果这个人本身道德低下，心思不纯，请来的多半是一些低灵恶鬼，甚至是一些黄鼠狼、狐狸、蛇精这类的山野精怪，留下的讯息基本没什么价值，甚至是危险的。但如果请神者是一位真正的修行人，心地清净，那有可能请来的就是真正的神仙。
留下的讯息就是真正的天机。高敬寒就是后者，他在碧云寺隔壁修行多年，身心都已经养得非常干净。他伏击请过好几位神仙，包括吕洞宾、纯阳真人，但从来没有请到过级别这么高的大神。那天高敬寒伏击，他原本是想请哪位神仙来指点一下时局。当时的中国已经烂到不行了，甲午战争刚输给日本没几年，八国联军刚打完北京，慈禧太后刚从西安逃难回来，大清眼看就要完了，所有人心里都慌。高敬寒想问问，这个朝代还能撑多久？老百姓还有没有活路？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未来？结果他这一请来了一位他完全没想到的大神。降下来的那位自报家门说，老朽姓布，名虚，隋朝末年人，现居天台山。高敬寒当场愣住了，天台山布虚，那可是传说中的隋朝高僧啊。我来说一下这位布虚大师到底是何方神圣。据传他原本是隋朝末年的一位大将军，眼看着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天下大乱，盗匪四起，民不聊生，他心灰意冷，又精通占卜之术，掐指一算，知道下一个朝代就是李唐了，但他不愿意改朝换代之后再去李家当官，他觉得这人世间实在是太苦了，干脆挂冠而去，跑到浙江的天台山找了一个山洞剃发出家，闭关修行。天台山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山，也是道教全真派非常重要的修炼圣地。山上石壁万仞，云雾缭绕，传说里有不少得道神仙在那里飞升。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李白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陆羽写下茶经，王羲之写下兰亭集序的那个年代，天台山就已经是名山圣地。徐霞客游记里更是专门记录了天台山的奇景。布虚大师就在天台山的石宝峰西侧找了个山洞，盘腿一坐就是9年，整整9年。他闭关面壁，不吃人间烟火。传说他早上喝太阳出来时的霞光，晚上吃月亮升起时的玉露，靠日月精华续命。9年之后，他得到了。所谓得到，就是摆脱了人这副凡胎肉骨的束缚，灵魂可以自由飞升，看见过去未来。从隋朝末年得到，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在这1300多年里，他看着人间从唐到五代，从五代到宋，从宋到元，从元到明，从明到清，整整10个朝代兴衰更替，就像我们看一本翻得很快的历史书。所以他自己写了一句话来形容，只弹10代换心仪，手指弹一下的功夫，人间就换了10个朝代了。道家有一种说法，得道者按照修行的层次分为天仙、地仙、人仙3等，最高是天仙，可以遨游33天之上，与大罗金仙同列；中等是地仙，可以在地球范围内自由活动，能知100年到数百年之内的人间世事；最低是人仙，只能在某个地域内活动，知道的事情也有限。据道家经典记载，地仙能知100年世事，这就为什么不虚大师的预言诗刚好涵盖了1904年到2000几年这100年的中国大事，再往后的事他就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了，所以最后几首诗越往后越模糊。这就是不虚大师。那一天，他降临在高敬寒的清虚楼，借由高敬寒的手在沙盘上一笔一划，写下了让后人震惊100年的12首预言诗。写完之后，这位大师最后留了一首诗，说：茫茫天数本难知，唯在苍生感太虚，老僧不敢多饶舌，泄露天机恐被诛，然后就消失了。高敬寒当天晚上把所有的诗都誊抄下来，藏在自己的书房。一开始他也不确定这些诗是真是假，毕竟伏击这种东西，请来的有真神也有假鬼。但是他没有等很久，短短4年之后，光绪34年，公元1908年，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发生了，光绪皇帝驾崩了。而且驾崩的这一年恰恰是戊申年，也就是猴年。高敬寒翻出当年那卷诗稿，第一首诗第一句就写着：云暗暗，雾稠稠，龙归泥土宿猕猴。他浑身一震，什么叫云暗暗，雾稠稠？光字加上绪字，光是云暗暗，绪是雾稠稠，正是光绪2个字。什么叫龙归泥土宿猕猴？古代皇帝是真龙天子，
皇帝驾崩就是龙归泥土，而驾崩的这一年是猴年，所以说宿猕猴。更恐怖的是，光绪一死，3岁的溥仪登基当了皇帝，年号宣统。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逼宫，宣统皇帝退位，溥仪只当了3年皇帝。预言诗接着写：3岁孩童3载福，3岁的孩子当了3年的皇帝，福分就到头了。最后一句，月下无主水空流，这是个拆字谜，月加上主再加上水，正是清字，月下无主，水都流光了，正是说清朝亡了。到了1912年，大清帝国正式灭亡，所有人翻出不虚大师预言诗的第1首，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后背都凉透了。这还只是12首里的第1首。从那一刻起，这份预言诗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城迅速传开来，轰动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学者都在抄写研究，后来甚至被收入了一本叫做《中美万年历》的书里。再后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旧金山万佛城的主持宣化上人还专程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场专题演讲，逐字逐句解读这份预言诗，讲了整整1个下午。宣化上人是谁？他是上个世纪最有名的禅宗高僧之一，东北人，俗家姓白，后来到香港修行，再到美国弘法，在旧金山建立万佛城，是把中国禅宗大规模引入西方的关键人物。他在美国培养了大量的西方弟子，把佛经翻译成英文。一个这样的高僧会专程跑到加州大学去演讲一份伏击来的预言诗，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这份预言诗在佛教界，在修行界被认为是真实有效的。宣化上人在那场演讲里反复强调，这不是迷信，这是天机。那么剩下的那11首诗到底写了什么？我们一首一首往下看。第2首诗这样写：君作祖，志彬彬，万里长虹破浪征，黄鹤楼中吹玉笛，八方齐唱凯歌吟，旌旗五色换新新。什么叫君作祖？中国人的姓氏里，君字加上作祖2个字，做了祖父叫什么？叫子孙的孙。所以君作祖第1个字就是孙。什么叫志彬彬？论语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彬彬连起来就是文。孙文，孙文正是孙中山先生的本名。接下来，万里长虹破浪征，孙中山在海外组建兴中会、同盟会，号召华侨革命。他确实是万里跨海破浪而来。黄鹤楼中吹玉笛，黄鹤楼在湖北武昌，正是辛亥革命第1枪打响的地方。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就像玉笛吹奏，响彻中国。八方齐唱凯歌吟。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南北议和，民国成立。旌旗五色换新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最早的国旗是5色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5族共和。后来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统一，又把5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预言里说的旌旗五色换新新，这个换新新3个字可能就是在暗示国旗会换好几次。短短6句话，把孙中山的名字、革命方式、起义地点、响应规模、新国旗的颜色全部精准预言了。第2首应验。第3首诗：即是怀柔，30年变岂凡人哉，昙花一现，南北东西，龙争虎战，七八数定，山川粗甸。即是怀柔这4个字非常有意思，即加上士，正是原字的上半部分。怀柔是说袁世凯表面上对民国示好，实则背地里早就想称帝。30年变，袁世凯从1882年随吴长庆出兵朝鲜算起，到1912年逼宫成功，正好30年。岂凡人哉，昙花一现。袁世凯称帝洪宪，做了83天皇帝就病死了，正是昙花一现。南北东西，龙争虎战。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4分5裂，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南方的西南军阀、护法军政府，南北东西打成一片。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军阀混战。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冯玉祥，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腥风血雨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最痛苦，今天皖系收粮，明天直系拉夫，后天奉系征税，再过几天北伐军又来了，乱世人不如太平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七八数定，山川粗电。从1916年袁世凯死到1928年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全国名义上统一，正好12年，7加8等于15，再倒算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点。山川粗电就是说国家粗略安定。第3首应验。第4首诗，干戈起，逐鹿芒。草莽英雄将出山，多少枕戈豪杰士，风云聚会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干戈起，逐鹿芒。北伐战争，草莽英雄将出山，草家上将正是蒋字，蒋介石。蒋介石原本是浙江奉化的一个小人物，黄埔军校校长出身，靠着北伐一路打到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多少枕戈豪杰士，正是国民革命军的众多将领。风云聚会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金陵就是南京。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孙中山的魏晋之治终于完成了一半。第4首应验。第5首诗，迎舟虎，渡海郎。满天红日更昏黄，茫茫神州伤破碎，苍生处处哭爷娘。春雷乍响见晴阳。迎舟虎，渡海郎。迎舟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之一，日本国旗就是太阳旗，俗称红日旗。日本人在那个年代是真的虎狼之师。渡海而来，满天红日更昏黄，那就是日军铺天盖地的太阳旗飘扬在中国的天空。茫茫神州伤破碎，苍生处处哭爷娘。这几句太沉重了。8年抗战，3000多万同胞死于日寇之手，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政策，每一个字都是血泪。1937年到1945年，整整8年，中华大地经历了5000年来最惨烈的浩劫之一。从卢沟桥到淞沪会战，从太原会战到徐州会战，从武汉保卫战到长沙会战，国军数百万将士前赴后继。台儿庄战役的腥风血雨，昆仑关战役的山河变色，任安羌大捷的中国远征军，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是无数英魂。预言用苍生处处哭爷娘这6个字，就把这场民族悲剧的全部惨状浓缩进去了。春雷乍响见晴阳，这6个字是怎么解的？春雷一响，这个春雷不是普通的雷，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爆炸声。广岛、长崎、原子弹。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2朵蘑菇云升起，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的晴阳。第5首应验，连原子弹都被预言到了。你想过吗？一个1400年前的隋朝和尚，怎么会知道20世纪有这么一种武器？人类在隋朝那个时代，最强的武器顶多是床弩，是投石机。从弓箭到原子弹，这中间隔了1000多年的科技进步，不虚大师却能准确描述出原子弹爆炸的雷霆万钧之声。如果不是真的能看到未来，这怎么解释？第6首诗，细柳营中，群雄好饮，月掩中秋。酣睡未醒，双狮搏球，一坠其井。红粉佳人，面艳应景。细柳营是汉朝周亚夫驻军的地方，在长安附近，今天的西安。细柳营中，群雄好饮。所有读过民国史的朋友，看到这句话应该都会跳起来。西安事变。1936年的西安，蒋介石飞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当晚被张杨两人软禁在华清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双12事变，也叫西安事变。群雄好饮，月掩中秋，酣睡未醒。西安事变的时候，蒋介石确实是在睡梦中被人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双狮搏球，一坠其井。张学良和杨虎城2头狮子相搏，结果其中一个坠井。事变结束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被软禁了大半辈子，一直到他在台湾老去，整整50多年没有自由。坠井坠得真深。红粉佳人，面艳应景。红粉佳人是谁？宋美龄。宋美龄亲自飞到西安，与张学良、周恩来谈判，最终救出蒋介石。应景2个字，很多人解读为宋美龄当时穿的就是一身红色，配着西安的雪景。我们再多说2句西安事变这件事。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当时的中共在陕北已经被中央军打得只剩2-3万残兵，红军经过长征从8万人剩下不到1万人，再被剿几个月，这个政党几乎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发动了兵谏，周恩来连夜飞抵西安，逼蒋介石停止剿共，转而抗日。中共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重新做大，最终在抗战结束之后反过来打败了国民政府。寓言里的双狮搏球，一坠其井，坠井的那一头狮子后来在台湾的山上被软禁了54年，从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帅被关到头发全白，娶了赵四小姐相伴一生，直到1990年代才获得自由，最后在夏威夷去世。寓言里那短短8个字，背后是一个人50多年的牢笼人生，也是一个民族半世纪命运的拐点。1400年前的隋朝高僧怎么会看见这一幕？第6首应验。第7首诗：春雷乍，树白旗，千万火，鬼哭啼啼。石头城中飞浮道，再看重整汉宫仪。东山又有火光照。这一首跟第5首呼应，春雷再次响起，这次更可怕。春雷乍，树白旗，千万火，鬼哭啼啼。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炸响，日本无条件投降，战败的日本军民，活着的人像鬼一样痛哭。石头城中飞浮道，石头城就是南京，胜利的捷报飞到南京。再看重整汉宫仪，国民政府重整山河，准备建设新中国。东山又有火光照，但好景不长。东山这2个字有2种解读，一种说法是东山再起的毛泽东，另一种说法是延安所在的陕北。国共内战很快又烧了起来。第7首应验。第8首诗：日月食，五星稀，27交加挂彩衣。野人举足破金虎，遍地红花遍地鸡。富贵贫贱无高低。日月食，日加上月是明，明字加上时，可以解读为光明被遮蔽，也可以解读为青天白日旗的颜色被遮蔽。五星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国旗就是5星红旗，五星升起，青天白日落下。27交加，2加7等于9，2乘7等于14，但是更通行的解法是27两个字交加在一起就是毛字。挂彩衣，毛泽东披上了龙袍，当了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野人举足破金虎，中共这个马列政党在寓言里被称为野人，因为他反传统，反祖宗，反中华文化。金虎是谁？是民国。野人举足破金虎，就是中共把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遍地红花遍地鸡，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都拿着毛主席语录红本本，那叫遍地红花。但是同时，从1959年到1961年的3年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数字，学术界估计从3000万到5000万不等。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寓言用词的精准。野人这个词，你以为是随便写的吗？根本不是。野人这2个字特别点出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西方传来的。他鼓吹无神论，鼓吹进化论，鼓吹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砸文物，烧书籍，挖墓地，把中国的孔孟、中国的佛教、中国的道教、中国的祖先崇拜全部当作封建迷信打倒。他逼迫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揭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师生对立。在这个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人，如果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那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寓言里称他们为野人，一点也不过分。富贵贫贱无高低，阶级斗争打倒地主资本家，富的斗成了穷的，穷的斗成了富的，最后大家一起穷。这个过程里，多少有产阶级被打成黑五类，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多少有文化的人被赶到乡下，多少传统世家被连根拔起，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被彻底颠覆。富贵贫贱无高低这6个字，写进了那个荒诞年代的全部真相。第8首应验，把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整个过程，从建国到文革到饥荒全部说中。接下来重点来了。第9首诗：
二七纵横，一牛双尾，无复人形，日行横轨，海上金鳖，悬浮绿缕，铁鸟凌空，东南尽毁。注意，这一首有一部分已经应验，有一部分还没有发生。二七纵横再次重复，毛字，一牛双尾，一加上牛，再加上双尾，是朱字，朱德。毛泽东和朱德就是中共的两大代表。无复人形，日行横轨，中共政权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但是却像太阳运行轨道一样，几十年不变。接下来这四句，海上金鳖，悬浮绿缕，铁鸟凌空，东南尽毁。海上金鳖这四个字，几乎所有的解读者都认为指的就是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岛从地图上看，形状就像一只浮在大海上的金鳖。古代寓言里，金鳖几乎就是台湾的代名词。悬浮绿缕，玄色是黑色，绿缕是阴绿。台湾穿着黑色衣服，按照自己的音律行事。这一句可以解读为台湾自1949年之后，走上了与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和独立的经济文化。铁鸟凌空，铁鸟是什么？战斗机、导弹、无人机。东南尽毁，东南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正是台湾海峡的方位。这8个字加在一起的意思，许多预言研究者都认为，指的就是一场可能爆发的、发生在台湾海峡方向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把时间线倒回来看，前面从第1首到第8首，预言精准涵盖了从1908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68年的历史。第9首前半段，二七纵横，一牛双尾，讲的是从毛泽东到中共政权的延续，差不多到了2010年代。那么后半段，铁鸟凌空，东南尽毁，按照预言的时间线推演，正好就落在2020年代到2030年代之间。也就是说，现在2026年，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提过，2026年的世界已经乱成什么样了。中共军机的扰台次数从每年几十次飙升到几千次，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军演越来越逼真，美国的航母群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越来越密集，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从2024年起，美中之间在科技、晶片、稀土、能源领域的全方位脱钩已经是进行式，而到了2026年，这场脱钩已经升级到金融战、贸易战、外交战、科技战的全面对抗。去年元旦习近平的新年谈话，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去年解放军环岛军演的规模升级，今年联合利剑系列演习的时间越拉越长，每一个讯号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早就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更是直接点名，2027年是中共最有可能对台动武的时间窗口。更诡异的是，连民间的另一些预言家也都异口同声地把目光锁定在2026到2028这几年。英国通灵师帕克连续多年指出，这几年是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窗口。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预言里反复提到2025到2026年是地球的转折期。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我所看到的未来，把大灾难的时间点锁定在2025年7月。法国诺斯特拉达马斯的诸世纪被很多研究者解读为这几年将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是巧合吗？还是不虚大师早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看见了这一切？这一段我们先暂时打住，后面再说。第10首诗，红霞蔚，白云蒸，落花流水两无情，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秋满岗陵，湘江玉兔见东升。红霞蔚，白云蒸，红色和白色都散去了，红色是中共，白色是国民党。落花流水两无情，两党100年恩怨到此一笔勾销，一个是落花，一个是流水，都已经是过去式。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秋满岗陵，这几句相当沉重。预言可能在说，这场大变局里将有大量的人死于非命，可能是战争，可能是瘟疫，可能是天灾。读到这里，你会不会想到2020年到2023年的疫情，想到俄乌战场上的尸横遍野，想到加萨走廊里的废墟？赤色是血，
也可能是核辐射，白骨如秋。那是一场规模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灾难。但是紧接着，预言给出了一个转机。湘江玉兔见东升，玉兔是兔年的代称。最近的兔年是哪几年？1963年、1975年、1987年、1999年、2011年、2023年、2035年。一个非常通行的解读是，这位中华大地上的圣人属兔，属兔的人从东方升起。见东升三个字非常有意思，玉兔升的不是一下子就到天上了，是一点一点缓缓升起。也就是说，这位圣人从显露身影到完全升起，需要一段过程，可能是10几年，可能是20-30年。这位圣人到底是谁？目前所有的解读都还是揣测，没有定论。有人说是一位至今还未显露真身的东方圣王，可能在2011年，也可能在2023年出生，正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悄悄成长，等待时机到来。有人说是一位现代的精神导师，会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乃至海外华人世界中横空出世，重新整合儒释道三家精神，引领中华文化复兴。也有人说，玉兔不是指人，而是指月亮，是指一种属于阴柔、属于东方的智慧力量，会在这个极端的时代逐渐觉醒。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这个讯号都是一个正面的讯号。乱世之后是圣人出，光明的尽头不是黑暗，黑暗的尽头才是光明。第10首部分应验，部分还在进行中。第11首诗：盖棺定，功罪愤。茫茫海宇渐成平，百年大事浑如梦。南朝金粉太平春，万里山河处处青。盖棺定，功罪愤，这6个字非常有重量。什么叫盖棺定？人死了，棺材盖上，钉子钉死了，这个人这一生的功过是非就此盖棺论定。什么叫功罪愤？所有的人无论在这个百年大劫里扮演什么角色，都将被分清楚谁是功，谁是罪。这几句话跟基督教圣经里的最后审判，跟佛教的因果报应，跟中国民间的阎王判官异曲同工。圣经启示录里写，那一天所有人都要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按照他们生前所行的受审判。生命册被打开了，有名字在上面的进入新天新地，没有名字的丢进火湖。佛教说因果不虚，一个人这辈子做了什么，全部都被记录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到了临终那一刻，自然显现自己的善恶，带着自己投胎到该去的地方。中国民间更直接，阎王殿、奈何桥、孟婆汤、生死簿，每一个字都对应着生前的所作所为。当这几种看似不同的文化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同一件事的时候，你还能说这只是迷信吗？茫茫海宇渐成平，茫茫天下重新见到太平。百年大事浑如梦，从1904年到大概2000几年，整整100年的中国大事回头看，恍如一场梦。南朝金粉太平春，南朝是哪里？金陵、南京，或者更广泛地南方的中华正统，一个太平的春天到来。注意，预言里说的是南朝，不是北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未来中国的首都可能不在北京。万里山河处处青，万里山河重新青翠，欣欣向荣。第11首正在进行中。最后一首第12首诗：世语三分，有圣人出，玄色奇观，龙章其福，天地复明，处置万物，四海讴歌，因受其福。这一首是整个不虚大师预言的高潮，也是最让人心惊胆战的一首。世语三分，什么叫世语三分？不是天下三分，不是中国三分，是世语三分。世是世界，语是宇宙。世语三分就是这个世界的格局将被分成3大势力鼎立。宣化上人在加州大学的演讲中明确解读过这4个字。他说，这不是说中国分为3块，而是整个世界将由3个超级大国共同领导。哪3个？他当年没有给出明确的名字，但他暗示可能是美国、中国，再加上某一个亚洲大国，或者是俄罗斯。我们回头看2026年的世界格局，
第一集，美国，川普第二任期正在用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从关税战到科技战，从北约改造到中东斡旋，从格陵兰到巴拿马，他几乎要把整个西方体系翻过来重做一次。美国的 GDP 仍然稳居世界第一，军事力量依然碾压全球，加上人工智慧和量子计算的革命性突破，美国的科技优势正在进一步扩大。第二集，中国，习近平的中国正试图用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金砖集团挑战美元霸权。从非洲到拉美，从中亚到东南亚，中国的影响力深入到每一个角落。尽管国内经济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危机、人口断崖式下降的多重压力，但是中共在军事、AI、新能源汽车、造船业、稀土、无人机等领域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第三集，这是一个变数。有人说是俄罗斯，普丁带领的俄罗斯与中国结成了战略伙伴，但在能源和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上独树一帜。虽然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严重，但俄罗斯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领土，是绕不过去的一击。有人说是印度，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五大经济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莫迪同时与美国、俄罗斯、中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独立的战略地位让印度成为新的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有人说，第三集是一个正在重建中的中华正统，那个南朝金粉太平春的政权。换句话说，中国本身可能要分为两块，一块是继续走共产主义路线的势力，一块是回归传统的中华正统，加上美国，正好势与三分。这个解读如果成真，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将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动，可能是和平演变，也可能是剧烈动荡。更有大胆的研究者提出，第三极可能是一个目前还不存在，但是即将崛起的新兴力量。有人说是欧盟在面临能源危机和移民危机之后重新凝聚的新欧洲，有人说是日韩台结盟形成的新东亚同盟，有人说是中东以沙乌地阿拉伯为首形成的新阿拉伯帝国。无论是哪一种解读，势与三分的格局正在我们的眼前迅速成型。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个成型过程所有的关键节点都压在了2026年到2030年代初期。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最近这2-3年，世界各地的怪事怪到让人毛骨悚然。北极的永冻土在融化，西伯利亚的甲烷气泡从地底涌出，南极的冰架接连崩塌，土耳其、叙利亚、摩洛哥、阿富汗、台湾花莲、日本能登连续发生规模7级以上的大地震，圣婴现象连续异常强烈，全球各地洪水、干旱、山火齐发，亚马逊雨林在燃烧，澳洲的森林在燃烧，加州的山火在燃烧，希腊的岛屿在燃烧，冰岛火山连续喷发，菲律宾火山连续喷发，印尼火山连续喷发，连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都出现了异常活动。许多研究地球周期的学者都认为，地球本身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内部也在加速崩裂。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纷纷上台，美国的两党对立到了内战边缘，南美洲一个又一个国家政权更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政变一场接一场，中东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随时可能引爆全面战争，东亚中日韩的关系跌入历史最低点。AI 浪潮以一种谁也挡不住的速度席卷一切行业，从翻译到设计到法律到医疗到金融到城市设计，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生育率全球性下跌，新生儿人数每年创新低，许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摇摇欲坠。当天灾、人祸、科技革命、货币危机、地缘对抗，这所有的东西同时挤进这几年里，你还会觉得不虚大师说的铁鸟凌空、东南尽毁是一句虚话吗？你还会觉得势与三分只是一个比喻吗？接下来有圣人出，圣人是谁？玄色其冠，玄是黑色，冠可以指帽子，但更可能指头发。圣人有一头黑发，龙章其服，圣人穿着绣有龙纹的衣服。自古以来，谁能穿龙袍？只有皇帝。所以这位圣人不仅有德，
还有位，是一位有着圣人之德，又居于天子之位的人物。天地复明，处置万物。圣人出来之后，天地重新光明，万事万物重新被治理，四海讴歌，殷受其福。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歌颂这位圣人，并且都受到他的福音。第12首没有应验，但是所有的征兆都在指向他即将应验。写到这里，我们把整个不虚大师预言诗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第1首光绪驾崩，清朝灭亡，应验。第2首孙中山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应验。第3首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应验。第4首蒋介石北伐，南京定都，应验。第5首日本侵华，原子弹结束战争，应验。第6首西安事变，应验。第7首国共内战再起，应验。第8首毛泽东见证文革大饥荒，应验。第9首前半段毛猪当道，应验，后半段铁鸟凌空，东南尽毁，正在临近。第10首红白两党退场，玉兔东升，正在进行中。第11首公罪论定，太平到来，未发生。第12首是雨三分，圣人出世，未发生。你算一下，已经完整应验的是前面8首加上第9首和第10首的前半部分，整整10条核心预言全部命中。剩下的2条是雨三分和圣人出世，正压在我们眼前的这几年。从1904年的那个下雪的下午，到2072年那个还未到来的太平春天，这份预言诗跨越了整整168年，它的命中率比同时代所有的西方预言家都要高得多，比艾德格·凯西高，比诺斯特拉达马斯高，比让·迪克松高，甚至比印度阿南德的精确度都不遑多让。而它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它的精度。光绪在猴年驾崩预言里写了猴年，溥仪3岁登基当了3年皇帝，预言里写了3岁3年。孙文2个字拆字谜，预言里藏了。蒋介石的蒋字拆字谜，预言里藏了。毛泽东的毛字，朱德的朱字，预言里都藏了。原子弹的春雷一响，预言里写了。西安事变的细柳营，预言里写了。连宋美龄的红衣，预言里都写了。日本旗的红日昏黄，预言里都写了。五星红旗的五星西，预言里都写了。这已经不是模糊的算命了，这是逐字逐句，人名地名事件都对得上的精准预测。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前面10条都应验了，剩下的2条会不会也应验？如果是雨三分真的就在这几年发生，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将亲眼见证这个世界格局发生2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一次重组，意味着我们将亲身经历铁鸟凌空、东南尽毁的那场可能的冲突，意味着我们可能会看到那位玄色奇冠、龙章祈福的东方圣人缓缓从历史的舞台中央走出。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虚大师的预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唐朝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第46项到第47项讲到一位紫薇圣人出世，紫薇星明，吴王吴地定乾坤。这位紫薇圣人的形象跟不虚大师预言里那位玄色奇观、龙章祈福的圣人几乎完全重合。明朝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里讲到紫金山上美人来，讲到中华大地最终会迎来一位救世圣人。刘伯温的另一篇预言烧饼歌也讲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浩劫之后圣人出世。宋朝邵雍的梅花诗第10首压轴的那一首讲到漫天匝地一头毛，无奈东皇灵气消，讲到中国经历大劫难之后终会迎来新天新地。清朝末年另外一位大儒于越的刘氏奇文预言中国未来会有一位圣人，跟不虚大师预言惊人吻合。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这几大预言家跨越唐宋元明清五朝，在没有任何沟通可能的情况下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不仅是中国的预言，法国诺斯特拉达马斯的诸世纪也讲到21世纪会有一位伟大的东方领袖出世，从亚洲带领世界进入新的时代。保加利亚通灵师巴巴万加曾经明确预言过，在2020年代后期到2030年代，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变，亚洲将出现新的精神领袖。
美国睡眠先知艾德格·凯西在他的预言中也提到，未来世界的精神中心会在中国，会有一位东方的伟大智者引领人类走过大变革时期。印度神童阿南德的预言里也反复提到2026到2027年是地球的转折期，会有一位东方圣人开始显现，这个世界即将发生剧烈的变动，这个变动的中心在中国，变动之后会有一位圣人出世，这位圣人会带领人类进入新的纪元，这就是古今中外所有预言指向的同一个答案。当然，预言永远是预言，它不是100%一定要发生的剧本。宣化上人在演讲的最后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预言讲的是天数，但天数可以因人事而变。如果世人觉醒，行善积德，重归正道，那么很多灾难可以推迟，可以减轻，甚至可以避免。换句话说，不虚大师留下这份预言，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为了让你警醒。警醒什么？警醒这个100年浩劫里，每一个人都将面对盖棺定功最愤的那一天，没有人逃得掉。无论你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还是在海外，当这场大变局真正来临的时候，你会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你会选择站在正义一边，还是利益一边？你会选择相信良知，还是相信权力？你会选择守住传统，还是拥抱马列？你会选择保护真相，还是粉饰太平？你会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做敢言的少数？每一个选择都会被记录，每一笔功罪都会被分清。2026年是不是就是那个转折点？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不虚大师那位1400多年前的隋朝高僧，他从天台山的山洞里飞升出来，借着高敬寒的手，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清虚楼上留下这份预言诗。他想告诉我们的从来不是恐吓，而是醒来。醒来，看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醒来，记住自己是谁，从哪里来。醒来，在这场100年大变局里，做一个你自己将来不会后悔的选择。最后再回到他那首离谭诗，茫茫天数本难知，唯在苍生感太虚。老僧不敢多饶舌，泄露天机恐被诛。茫茫天意本来就难以叫人完全知晓，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苍生若能虔诚地感应天道，行善积德，自然能够改写命运。老僧不敢再多说了，因为再多说一句，恐怕就要犯天条了。1400年前的那位隋朝大将军，在天台山苦修9年得道，飞升之后又默默看着人间走过了10个朝代，最后在1904年那个雪夜里，借着高敬寒的手，把这份天大的秘密留给了我们。100年大事魂如梦，从1904到2072，这168年的大梦，现在已经做到了2/3，剩下的1/3会走向何方？也许就在这几年里，你我都会亲眼看见答案。历史正在加速，原本需要20年才能完成的巨变，现在可能5年就跑完；原本需要5年才能展开的格局，现在可能半年就翻盘。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见证一个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剧烈的转折，从 AI 到量子，从能源到货币，从战争到瘟疫，从气候到太空，每一个维度都在同时加速。你我能做什么？第一，保持清醒，不要被各种纷繁复杂的讯息淹没，不要被仇恨情绪带着跑，不要被阴谋论捆绑，也不要对所有大事冷漠，看清这个时代真实的样貌。第二，守护家人，在这种大变局里，家人是你最后的避风港，把该说的话说了，把该道的歉道了，把该还的恩还了。日子越乱，家人越要珍惜。第三，准备物资，预言里的铁鸟凌空，东南尽毁，是不是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有备无患总是对的。粮食、淡水、药品、现金、黄金，这些基本物资多储备一些，至少能撑1个月，是这几年所有理性家庭都应该做的准备。第四，回归传统，预言里反复强调，这场大变局结束之后，会回到一个重新光明的天地。光明从哪里来？不是从更前卫、更激进、更未来主义的方向来，而是从祖先留下的传统智慧里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佛家的慈悲喜舍，道家的清净无为，
这些东西不是过时的封建迷信，这些东西是千百年来经过无数验证的人类生存智慧。第五，做一个善良的人。所有的预言都告诉我们，最后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从来不是他的财富，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学历，是他的善恶。盖棺定，功罪分。当那一刻来临，没有人逃得掉。在最坏的时代，做一个最好的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能交出的最好答卷。1400年前的不虚大师看穿了所有的朝代兴替，最终留给后人的也只有这一句话。